說實話，我一開始覺得這種錄音卡沒什麼必要，手機本身就能錄音，飛書也能夠做 AI 紀要，為什麼還要再買一塊幾百甚至上千的硬件呢？直到最近，我把 AI 紀要硬件開創者 Pro 的 Note Pro、釘釘的DingTalk A1和安克與飛書聯名的 AI 錄音豆都用下來，才發現我之前把這類產品想得太簡單了，它真正解決的不是能不能錄下来，而是錄完之後，你不用再從1-2個小時的錄音裡面重新找重點，核對決策、整理代辦，尤其是會議和電話比較多的時候，少漏掉一條重要信息，少花半個小時重新聽錄音，這才是 AI 錄音卡真正存在的意義。而且這3款看起來都是 AI 錄音硬件，實際從怎麼錄完之後 AI 怎麼整理，走的完全是3條不同的路線。所以咱們這期就把它們放在一起，看看各自到底適合什麼人。我是雲飛，咱們这就開始。硬件參數這塊我們就直接看表格，我把3款有區別的地方都標黃了。簡單來說， Note Pro 是3款裡面最薄的， A1 同樣是卡片形態，但會更厚更重。安克則是一顆可以夾在身上的這個錄音豆，待機和連續錄音的時長它也不一樣，具體數據大家可以直接看表格，我們這就不一一念了。真正開始錄音之後，3款的這個基礎邏輯其實非常接近，都是先把聲音錄進設備本體，再同步到對應的 APP， 所以錄音的時候並不需要手機一直連在旁邊，手機接電話回信息也不会把錄音打斷。3款都有比較明確的按鈕和狀態反饋，按下之後可以通過屏幕、燈光或者震動就能夠確認到底有沒有開始錄。錄到重要內容的時候， Note Pro 和 A1 可以直接按鍵標記重點，安克則是輕敲2下，後面回看就不用再從頭再找了。但錄完之後，這3款的區別才開始真正顯現出來。安克錄下來的內容會直接進入飛書，後面的轉寫、紀要、時間軸基本上順着飛書這套協作的邏輯繼續走。DingTalk A1 則會進入釘釘，生成的紀要也可以繼續接入釘釘裡面的代辦、知識庫和團隊協作。如果公司本來就全員使用飛書或者釘釘，那麼這2款接進去確實會非常順，團隊協作也方便。不過他們後面生成的紀要和代辦還是會順着各自的辦公生態去管理去用，像飛書這邊更偏會議紀要這種協作的邏輯。對於個人來說，一旦換了公司或者離開團隊，之前留在這套生態裡面的這個記錄，後面想找繼續整理就很難了。Pro 的 Note Pro 則是進入自己獨立的 Pro 的 APP， 同時還有 Web 端和桌面端，錄音和資料跟着個人的賬號走，可以在不同的設備上查看、編輯、整理和導出。長期沉澱下來，不需要依賴某一個辦公軟件，所以安克和 A1 更像是飛書、釘釘向外延展出來的硬件錄音入口，而 Note Pro 則更像是一套獨立的錄音和資料整理工具。至於3套不同的處理方式，最後會把同一段錄音整理成什麼樣，我們還是直接拿同一段會議來試一下。我們讓3台設備同時錄下同一段 B 站的視頻，裡面既聊了養魚，也聊了用 AI 賺錢和拍 Vlog， 主題跨度非常大，而且時間也比較長。用它來模擬一場不斷切換話題的頭腦風暴，看看這3款最後識別和整理出來的內容會有什麼不同。3款錄完之後都會先生成一份總結和章節，也都可以直接向 AI 提問，但具體的整理方式區別還是比較明顯。Pro 會先在原文的界面給整段錄音生成大綱，點擊章節或者下面的專業內容都能夠直接跳回聽。到了筆記界面，它會自動識別內容並匹配模板。這次把整段內容它分成了5個類別，先有圖表匯總，再往下整理每個環節的具體內容代辦，信息層級最完整，後續復盤也最方便。A1 同樣可以點擊轉寫的文字進行回聽，A1 紀要會先給一份圖文的總結，再按照不同的主題整理成詳細的內容，也有代辦和 AI 洞察，不過這個代辦識別的不算特別完整， AI 洞察也比較概括。章節點擊之後還需要先回到轉寫界面，操作會稍微繞一點，但它可以繼續使用預設助理或者大模型分析中的內容。安克進入飛書之後也會生成總結、會議主題、小表格、智能章節和金句時刻。界面是3款裡面最直給的，不過內容層級相對比較簡單。如果想要詳細回聽，需要先找到時間點再進入2級界面。好在裡面也有紀要、章節和不同的發言人，點擊就能夠聽到具體內容，同樣也支持向 AI 提問。所以簡單來說，安克最適合快速瀏覽， A1 的这個功能比較豐富，而 Pro 的是把主題、細節、代辦和原文回聽串得最完整，後續真正要復盤和調用內容會更省事。而這還沒完， Pro 的真正拉開差距的地方是它會
綜合調用 DeepSeek、豆包和通义千問3套大模型，先自動識別音頻內容，再匹配合適的總結模板。現在大部分產品主要還是按照通用會議模板輸出，碰到創作討論客戶溝通或者更專業的會議，更多內容還是需要自己去二次整理。而 Pro 的目前是有超過8000個專業的模板，同一段錄音從不同的視角重新分析。比如我們錄一段醫學內容，用普通的會議模板可能只是告訴你聊了什麼，切換到醫學視角之後，它會按照專業邏輯整理重點，需要繼續確認的問題和後續的建議。而 Pro 的覆蓋的不只是線下面對面的會議，面對面溝通和電話可以直接用 Note Pro 錄，飛書、釘釘和騰訊會議這些線上的會議，則可以通過 Pro 的桌面端識別自動錄制，之前已經錄好的音頻也能夠通過網頁端導入，這樣不管內容是來自電話、線下會議還是不同的線上會議軟件，最後都可以進入同一套 Pro 的資料庫，不會分別散在不同的這個平台裡面。那些錄音、轉寫和總結還會通過 Pro 的這個私有雲同步。安全合規這塊，它已經有了這些認證和合規的背書。像醫學、法律、諮詢這類對錄音資料更敏感的場景，長期放在這裡面整理，心裡會更有底一點。在 APP Web 端和桌面端統一查看、雲端儲存、圖文總結和 AI 提問都不限次數。每台設備綁定之後，每個月還會提供300分鐘的免費轉寫。如果用的比較多，更高檔的會員還可以做到無限轉寫，基本上就不用再算着這個次數用了。而 Note Pro 還有一個很實用的地方，就是電話錄音貼在手機背面之後，它會通過接觸式振動傳感器讀取聽筒傳到機身上面的一個振動，再配合麥克風錄下雙方的聲音，不開免提也能夠錄。也就是這一點，它補上了電話這個場景，它才更像是一套個人的全場景記錄工具。當然，這3款也有自己的限制 ，Note Pro 不能實時轉寫，而且使用專用充電線 ，A1 更厚更重。軟件比較依賴釘釘，安克單體續航只有8個小時，實時文字也需要飛書保持在前台，然後這樣一個小豆子也比較容易丟，所以如果公司本來就在釘釘 A1 會比較順，如果是飛書充電用戶，那作為補充的錄音便攜款，追求的是簡單的會議梗概，安克錄音豆會相對更趁手，但追求對會議內容更深度的分析和二次運用，我個人會更加推薦 Pro 的 Note Pro。它錄完之後的專業總結、AI 提問和資料的整理都會更完整，而且所有的內容都能夠進入一套獨立的資料庫，更適合個人長期用。所以手機當然可以錄音，但如果記錄和整理信息已經成為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Pro 的 Note Pro 確實是這3款裡面更完整的一套方案。那麼以上就是本期3款 AI 錄音設備的詳細對比分享了，對你有幫助的話，記得點讚、收藏、支持一下。那我是於飛，保持思考。那咱下期視頻再見。